我没有你这个罪犯儿子。10年前，我和南飞就不该把你从孤儿院里接回来。敢说诗词歌曲都是你写的，还敢说自己对锦州顶罪啊？锦州弟弟那么好，你却想毁了他！滚！滚出沈家！滚出沈家！你是个白眼狼，劳改犯，骗我们得癌症，去死吧！不是没事，我只有3年的时间，我只是想让妈和大姐知意，当初结婚是我错。哥哥，我知道我是个养子，我不争，我可以把一切的功劳都让给你。这，你死在外面就行了，为什么要回来？哥哥，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能让外人说姐姐们的诗词歌曲是一个罪犯写的，会毁了姐姐们的。小畜生，你想杀了你弟弟，你该死！锦州弟弟都不跟你争了，你却还想害他，还想害我们所有人！大姐，当初是我，你一定不会这么想。我最感谢的人，是我唯一的亲弟弟，天王沈锦州。如果不是为了我，他一定会成为最璀璨的那颗星。唯一的弟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回了沈家。后悔，后悔，是我错，我这辈子终究是错付。要是你救滚出沈家！我没有你这个罪犯儿子。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回了沈家。哥，大姐送你的衣服还你，我什么也不和你争了，你救我，救我！沈锦州救对，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那个人他突然窜出来，我就再撞上去的。你救救我，我给你磕头，你救我，真救我！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在了3年前沈锦州酒后超速肇事逃逸，替他顶罪的人。哥，只要你承认车是你开的，他们就不会再追他了。这不坐牢的呀，他是重大事故逃逸，最少要判3年的。哥，我求求你帮帮我，这些你写给大姐二姐的诗歌词我都标了，我会和大姐二姐3姐承认，这2年都是我抢了你的创作，我是最想得到3个姐的人。这2年我从你这里抢来的一切，可都给了他们。我要是坐牢了，他们的一切可都变成了罪犯给他们，他们的前途就彻底完了。如果你不替我，那我就去找大姐；大姐不替我，那我就说是3个姐姐教训了我逃逸。你太卑鄙了！对，我只是个养子，他们又不是我的亲戚，你也不想看到你的3个姐姐被我。如果你愿意替我，我保证3年后出来之后，我让你得到你该有的一切。沈州，你不救我，我就去找大姐，让大姐替我定罪。大姐不替我，是3个姐姐教唆了我逃逸。重生了，我真的重生了。
下贱！我就是上去！你又不是我的亲姐姐，我只是个养子啊！你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亲姐姐被毁吧？你就这么吃定我会帮你顶罪？我的好哥哥，从你创作出来的第一首歌被我抢走开始，我就吃定你了。你这种从孤儿院出来的人，自卑、敏感、期盼的心情，为了你的姐姐们，让你死了都行。是啊，为了那3个姐姐，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敢说诗词歌曲都是你写的，还敢说给锦州弟弟顶罪啊！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骗我们得癌症，去死吧！我最感谢的人是我唯一的亲弟弟，天王沈锦州。如果不是为了我，他一定是最惨的。沈重，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把你写的诗词歌曲、商业策划通通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帮你照顾好你的姐姐们，还要继承沈家。沈锦州，要是以前你肯定得承，但是现在怎么样？你还敢打我？那可是你最爱的姐姐们，我已经死了一次，现在的我不受任何威胁，我沈重只活我自己。你敢打我？你个猪！就是住手！敢欺负锦州！锦州！哎呦，没砸到亲儿子，砸到养子身上，这得多疼啊！妈，你下手也太狠！你这个逆子！锦州，混账！你为什么躲？你知道你躲这一下，锦州受了多大的伤害？你想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躲呢？我的好二姐。我赌，你能跟我比？你能跟锦州比？一个从小没人要的废物，能跟锦州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比？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教养。你竟然敢打我！打你怎么？打脸就是有教养，你教的吗，二姐？反了，你真是反了！沈重，你这个白眼狼！你二姐只是教育你一下，你居然敢动手打她！我们平时对你教的规矩和教养，都喂了狗了吗？啊！我就是没有教养，我就是没有规矩。你刚说那2样，就是喂狗。你这个逆子，你要气死我们！我没你这样的儿子，你给我滚出沈家！好啊，阿姨。你阿姨，哥，你不能走。锦州，你让他走！这个小畜生害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让他滚出沈家！妈，我哥不能走，我哥肇事逃逸，还要让我给他顶罪，他要是走了，我就要被抓去坐牢了。什么？沈重肇事逃逸，让你顶罪？你丧心病狂，丧心病狂！我就知道你这样的废物留在沈家只会闯祸。门外的报警声就是来抓你的吧？你是看锦州不替你顶罪，才恼羞成怒的吧？我不是不愿意帮大哥顶罪，只是我怕我被抓走了，就没有人帮大姐、二姐、三姐写诗、写歌曲、写商业策划了。好啊，
沈锦城，你还真会演戏，真会道德立派。你觉得警方会听你这些屁话吗？蠢货！站住！石影，快去把督察官找来，把这个小畜生抓走！督察官同志，逃犯就是他。你好，我是江城第3交通支队队长，现在正在抓捕一名肇事逃逸者，请你配合。快把他抓走！请问车牌号江 AW4个8是你的车吗？我车速那么快，飙车的地方又没监控，只要我咬死了是沈重，没人能证明是我。没错，就是我们的车，被这个小畜生偷偷开出去闯了祸。昨晚10点20分，你在江山路上飙车，撞倒了一名行人，造成了多处骨折，并且肇事逃逸，是否属实？不属实。肇事逃逸的是沈锦州，不是我。督察同志，我能作证，逃犯就是他。对，我也能作证，就是他污蔑锦州弟弟的。我也能作证，我儿子一直在家，肇事逃逸的就是他。哥哥，现在家人都已经作证了，你还是别一错再错了，赶紧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一群狗叫你们作证，我还能作证就是你肇事逃逸。队长，你们不是有监控吗？查监控。哥，你还是快认罪吧，万一事情闹大了，姐姐们可就丢人了。发生什么事了？督察怎么在？大姐，都怪沈重肇事逃逸，他还诬陷锦州，让锦州替他顶罪。肇事逃逸，沈重诬陷锦州？不会的，我相信我的弟弟们绝对不会肇事逃逸的。沈小姐，不是你相信就行，凡事都要讲证据。去调集所有肇事路口的监控。是。我们看，监控的确拍到了肇事车辆，但是因为肇事车辆速度过快，导致司机人脸太过模糊，根本看不清。这根本就看不清是谁开的车啊！小周、锦州，你们两个跟我实话实说，到底是谁开的车？大姐，你这么看我，是认定了是我干的？我就是你沈重，锦州从小到大是我看着长大的，懂规矩有教养，怎么可能会肇事逃逸呢？既然你们没人主动承认，那就全部带回去调查，带走！不要不要，大姐，妈，救我救我！等等！我可以证明开车的人是谁。证明？大姐，这一世你又会选择怎么证明呢？小周，对不起，我不能为了帮你而伤害锦州。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弟弟，不过你放心，无论你坐牢坐多久，你出来了，大姐会加倍对你好的，好吗？是吗，大姐？你就这么笃定坐牢的一定是我吗？沈周，你不要再狡辩了。司机身上的那件风衣，是我在沈重20岁生日那天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所以肇事逃逸的人就是沈南飞，你就凭一件衣服就断定我是肇事逃逸的人吗？沈重，你就不要再狡辩了。虽然监控看不清脸，但那件衣服就是我送你的那一件。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是，还是我？沈重，是大姐没有把你教好，你在牢里好好改造，姐姐不会放弃你的，好吗？小仲。不需要了。这位同志，从现场的刹车痕迹，你认为车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肇事车辆速度起码100码，并且在路上做了好几个高难度动作，
撞了人之后原地旋转180度，横向漂移，迅速离开现场。我断定他一定是一个专业赛车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沈锦州在出道之前就是个赛车手。锦州是赛车手，那又怎么了？他那么快，只有你这个从小没人教的废物，才会把车开得那么快，撞了人还直接就跑了。没错，锦州是我看着长大的，他为人低调，做事稳重，谦恭儒雅，怎么可能肇事逃逸呢？沈重，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污蔑他？小周，姐姐把你带回来5年，教了你5年的礼仪教养，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的亲姐姐、亲妈，你们不知道我就没有驾照。你没有驾照，这怎么可能啊？沈南飞，这5年来我唯一一次无耻，就是你把车送给沈锦州那次。你嫌我脏，你放我。脏。大姐，你真的要把这车送给我吗？对呀。真漂亮。好了，小周，别把车磨脏了，我们去兜风。我竟然不知道，小仲连车都没有摸过几次，更没有驾照。难道肇事逃逸的真的是锦州？难道是我错怪小仲了？大姐，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会不会是大哥无证驾驶啊？穿衣服的人明明是他呀！沈南飞，你怎么会不相信你的弟弟呢？他这么乖的孩子，怎么会肇事逃逸呢？没错，他沈重就是满嘴谎话，没有教养。你怎么能相信这种人的话，而不相信锦州呢？小仲，对不起，大姐没有送你车，是大姐不对。可那件衣服就是我送给你的呀。你无证驾驶了，对吗？就是为了表达我没有送你车，你的不满。不满？我还敢不满？你知不知道，从那件大衣送给我的第1天起就被他抢走。在你们眼里，我永远都是个满嘴谎言、没有教养的废物。所有的错都是我犯的，所有的罪都要我来扛。无论我怎么说怎么做，你们都不相信。你们对我的惩戒，比天高，比海深。可是你说锦州抢了你的衣服，这么幼稚的事，你叫我怎么相信？好了，技术部已经查到了肇事车辆的所有行车轨迹，上一个路口的监控已经调查出来。小刘，处理一下。不用查了，是我一定要有一个人坐牢的，那还是我去吧。沈重，你真的让锦州给你顶罪吗？你还不服法？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弟弟？没担当！沈重，我对你太失望了。锦州，你没必要替他顶罪，大姐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委屈。今天我一定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才知道悔过。给我查！大姐，锦州，不用再说了，今天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查明白，必须让沈重伏法。查！查吧，查出真相。希望你们不要哭就好。就是这辆车从南向北行驶，这看不清楚。把刚才的画面重新放，速度放慢10倍。就是这个画面，暂停，给我放大，给我看清楚，这到底是谁？沈重，一定是沈重。沈重，证据马上就清晰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还有什么要说的？继续看结果吧，在结果出来之前，说什么都得走。结果就是把你抓进大牢，你就没有一点悔过之心吗？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失误？你们还是看清楚那上面是谁，才失望。
锦州？怎么会是锦州呢？错了，这一定是弄错了。为什么是锦州？为什么不是沈壮这个废物？果然，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真相。为了沈锦州，他们会不惜牺牲任何人。而上一世，我就像个傻子一样，为他们付出了一切。大姐，我不想坐牢。我要是坐牢了，谁给你们写诗词、写歌曲、写商业策划呀？沈锦州，你的那些作品真的是你创作的？哪一个不是你用他们威胁我从我这儿抢走的？沈仲，你现在不但害得锦州坐牢，还要抢走他的创作吗？沈仲，锦州给我写的商业策划还未完成，他给大姐写的稿子马上就让大姐成为金牌主持人，他自己写的创作也在成为天王的路上，全家就只有你最没用，你为什么不替他顶罪？因为我不是他爹。您说的这么高尚，你们怎么不替他顶罪？凭谁越题？你还是你啊！证据确凿，沈锦州，你涉嫌肇事逃逸，我代表江城第3支队正式将你带走。大姐，我都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庆祝你获得金牌主持人，我才长途赶回来的。等一下，李队长，我要联系受害人家属，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取得他们的原谅。大姐，我害怕。小仲，你别怕，你去牢里好好反省，姐姐等你出来。大姐，只要不让锦州坐牢，我们沈家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的。对，我现在就给我们父亲打电话，筹集一切资金。我早该明白，就算大姐是真的关心，但在我和沈锦州之间，她依然会偏爱另一个。据反馈，受害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如果你们愿意达成和解，他还是有机会的。但如若达不成和解，我们会随时过来抓捕。小郭、小李，走。庆州，你放心，不管花多少钱，姐姐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好啊，还真是姐弟情深。我祝愿你们一家从此幸福美满。你给我站住！小仲，你要去哪儿？你不觉得我在这个家里很孤独？弟弟，你没有沈锦州一个人就够了。不，连狗都不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啊？你和锦州都是我的弟弟，我对你们两个是一样的。沈南飞，你不觉得你说这句话很恶心吗？一样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当我要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当沈锦州要被抓去的时候，你又是如何做的？无论你坐牢坐多久，你出来了，大姐会加倍对你好的，好吗？不管花多少钱，姐姐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我当时，你去坐牢，我也不会让你去坐牢的呀。可是我原本以为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单纯的，而你比他们更虚伪，更令人憎恶。从今天开始，我与你们沈家安顿一局。你再说，我说我要与你们沈家恩断义绝，把你们从我这拿走的统统夺回来。再说，恩断义绝。再说，你再说，沈南飞，第一巴掌当你是我大舅子，第二巴掌这几年你没欺负过我是，第三巴掌看在你至少能关心过我的份上，我不计较。这后面几巴掌就当断了我们这几年的情分。现在情分没了，亲情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小周，你现在真的要跟我们断了情分，要跟我们断亲？难道这几年你对我们从来就没有过真感情吗？是，我们是错怪了你，可能也是为了你好。他
又是为了我好。当我被诬陷成肇事逃逸的罪犯时，耳边尽是你们的咒骂声，那一声声咒骂就像一把把刀，恨不得把我刮干净了喂狗。让我背锅顶罪，也是为我好，真可笑。也是，谁让我是流落在孤儿院长大没有教养的废物？你们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脊梁骨咯吱作响。可你们谁又会听一个废物狠狠？你们知不知道？那年冬天，我跪在十字街头乞讨，翻垃圾桶，一双手10个指头全是冻疮、溃烂、流脓，我早没有被饿死。是你说做人要有教养，要有规矩，可你根本不知道，我只有比流浪狗更凶狠，我才能从他们嘴里抢吃的，而你们就只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我。我怎么不知道沈仲当初受了这样的苦？沈南飞，是你说我回到了沈家，你就把我当亲弟弟，让我活得有自信有尊严。我信了，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你沈家的地下室我住了5年，你沈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灰尘我打扫了5年，你沈家一家仅1亿10室，我躲在地下室里吃着残羹剩饭。因为我碰了你们的美食，你们就会说我虚荣，说我穷人乍富需要克制。我不服，我疯狂读书，我写作写诗，我写企业策划，我就是要证明我跟你们一样。可最后我还是错了，你们就任凭这个畜生窃取我的成果。成建这座大山，我走得风雨，1000多个日夜，我始终都凿不出你们看不起我的眼。小钟，我们，你们不是不信你们能有今天都是靠的我，你们不是不信你们的诗词歌曲、电影、企业策划都是我写的。我会在你们最擅长的地方，一个一个全部踩在脚底。沈仲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偏见吗？大姐，还说什么所有创作都是他写的？我看他就是为了博得大家的关注，才搞这么一出。就是，哼，他早该走了。他走了之后，我们家只会更幸福、更和睦。让他在外边吃点苦也好，只有这样，他才能知道我们对他是多么的好。都怪我，是我没有把他教好，是我对他的关心不够多。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好好教他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大姐说的对，还是赶紧把大哥接回来吧，毕竟这一切都是我的原因。锦州，这不能怪你，毕竟你也是因为我。就让他出去冷静几天吧，让他吃点苦头，到时候我再接他回来，也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不是说我们有了今天都是因为他吗？哼，他不是吹牛说会写诗会创作吗？那你就放手上去做呀，那他来打败我们呀。大夏之身，沈家人不是骄傲吗？不是看不起我，那我就在你们最骄傲的地方将你们打落神坛。沈南飞，你是第一个。都是干什么吃的啊？102次电台的收听率已经跌到了谷底。10几个栏目竟然比不上大夏之身的一个沈南飞，月亏损。你们说说，不解散，我拿什么脸面去跟下面说呀？部长，
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打造出能抗衡沈南飞的节目。屁话！楚千雪，你这话说了多少遍了啊？我再给你最后1个月的时间，收听率上不去，我被撤职。到时候整个1024电台都将并入大夏之声，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将去配合那位接班主持人沈南飞。1个月的时间怎么能够呢？请问咱们江城1024电台招聘主持人吗？能打败大夏之声沈南飞的人？你能打败沈南飞？开什么玩笑啊！那可是集诗词嗓音全部都填满了天赋的金牌主持人。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反正你们不也快倒闭了。部长，要不试一试死马当成活马医？会这话，谁是死马？就凭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有什么能力你也不知道，凭什么就打败沈南飞啊？就凭这个16字风水秘术。南飞，部长让你今天全力以赴，一定要彻底压死1024电台，完成对他们的并购。收到。欢迎收听《大夏之声》，我是沈南飞。其实我们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不在过去，不在未来，而是在当下。碗中餐，眼中景，身边人。眼中景，碗中餐，身边人，3餐4季，家人闲坐，幸福安康，灯光可亲。沈南飞，我当时写这些的时候，真没想到你们根本没把我当家人。疯了！我真的是疯了！我居然去相信一个素人在夜间黄金档去播什么1001夜谈，这可是1024最后一块还有点收视率的时段。要是出了什么纰漏，我就等着被总台直接炒鱿鱼吧。部长，这早死晚死，那都一样是死，还不如就和他沈南飞打擂台。他就算是播成了一坨粑粑，那也能在同一时段恶心他大夏之声一下。今天之后，整个电台都不存在了，也行，恶心一下他们啊也好。开始吧。大家好，这里是江城电台10241001夜，每夜一个故事栏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沈忠。接下来我要讲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盗墓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写字画画，而是一门具有破坏性的技术。这破电台还换主持人，1001夜盗墓更没人听了。故事要从一门16字风水秘传残篇开始说起。那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败家，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还四处骗钱，只骗的所有人都把他当成臭要饭的，趋之不及。我爷爷骗我太舅爷爷说要娶媳妇儿，这才从他手里骗来了20块大洋。结果他为了应付差事，就找了个纸扎女人，用水彩画上眉眼鼻子，远远看过去就跟活人一样。好家伙，20块大洋买了个纸媳妇儿，嗨，有点意思啊。太舅爷爷非要见见我爷爷娶的这新媳妇，我爷爷死活拦着不让见。他越燃越显得有问题，太舅爷爷更加疑心，两下里也争执了起来。正在此时，里屋的门帘掀开，竟从中走出一名女子。她长得白白净净，大脸盘子，大屁股，小脚，红嘴唇。我爷爷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哎呦，
这不是我找人活的纸人吗？他怎么活了？我操！纸人媳妇活了，这怎么刺激啊？快听124有惊喜呀！怎么样啊？这个播出了之后，收听率掉光了吧？部长，这刚开始有点掉，但是这会儿好像又涨了点儿。目前的收听率是5万8，这已经比平常4万多高了不少了。好啊，收听率5万8。哎，那他大夏之声的沈南飞呢？大夏之声收听率依旧稳定，1800多万。1800万，5万8。哎，说这点数字你还恶心人家呢？人家根本就不会在意。那纸人活了。只见他僵硬地凑近我爷爷耳边，悠悠道：“如果有一天你的日子到了穷得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去13里不荒坟来找我。在那座坟地的正中间，有座没有墓碑的孤坟，里面的棺材正是我的尸身所在。棺材里面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只要你敢来，里面的财物就尽管你随意拿去花园。师傅，赶紧走，这钱都给你。师傅，不好意思，我演出快迟到了，我给你钱，加钱都行。哎呀，走，大妹子，你的妆也太吓人了，差点没给我送走。哎呀！兄弟们，快打开电台1024，今天的故事太刺激了！黄金档讲恐怖故事，主播你也真够拼的。睡不着了，想听。别睡了，快来听鬼故事了！哎，我操，给老子吓尿了！我去，大夏之声的流量开始下滑了，小部分的听众都吸引到我们电台了，这收听人数已经达到上百万了，这还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有这么高的数据吧？哎呀，100万，居然已经破100万的收听率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锦州这篇稿子写得非常感人，收听率应该破纪录了吧？南飞，刚开始我们的收听率的确超到了1800万，但是现在在不断的下滑，已经下滑到1600万了，还在不停的流走听众。不停的流走？这怎么可能呢？这观众都流去哪儿了呢？从监测数据上来看，全部听众都流转到了江城电台1024。江城1024，那不是一个快要倒闭、要被我们收购的电台吗？我来听听。我爷爷的神经也亢奋了起来，一咬牙站起身，拿起铁锹，掀开了棺材盖子。这棺中赫然躺了一个美女，高鼻梁，大红嘴唇，洁白的脸庞，两边用红胭脂点了2个大红点，凤冠霞帔，大红丝绸吉祥袍的新娘子。播音功底很强啊，引人入胜，绘声绘色。只不过这声音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这个1024的新主持也太厉害了吧！这水平，这感染力，这不亚于大姐呀。这该不会是哪个隐藏的艺术家出来的吧？我爷爷的眼睛只剩下那关中女士身上的首饰，那些金银宝石在风斗的光线下诱人的闪烁着。他伸手就要去撸那女士手上佩戴的祖母绿宝石戒指，刚把手伸过去，关中的新娘子一翻抓住他的手腕，钢钩一般的长指甲有1寸多陷入他手腕上的肉里。我爷爷吓了一跳，一抬眼就看见新娘子正瞪着一双流血的瞳孔，死死地瞪着他的眼睛。这到底是谁啊？他的播音感染力也太强了，
这至少得有20年的播音功底。这个1024的新主持到底是谁？找到了1024电台1001夜新主持的资料，找到了。沈仲，沈小姐，你认识他？那你能不能把他挖到咱们电台呀？就在刚才，他们1024的收听率已经突破800万了。要这样继续下去，对我们很有威胁。挖过来。可是我听着这个声音，真的有一点像小周。难道这个新晋主持真的是小周？我得弄清楚。喂，沈凌，你知不知道沈仲最近在干嘛？姐，你提那个废物干嘛？真晦气！没别的事儿，你别打扰我听电台故事。你也在听电台啊？没错啊，姐。这个1001夜的新主持也太厉害了吧！这故事讲的跌宕起伏的，只有2把刷子啊。你觉不觉得这个声音很像沈仲？沈仲，姐，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吧？那个废物怎么可能会写出这么好的故事？可能是我太担心他了。你抽空也要打听一下他在哪儿，赶紧把他接回来。哇，800万，有800万了！才第1天播就到达了800万的收听率。部长，我们最巅峰的时候也没有这么高吧？是啊，第1天就已经达到了800万的收听，这数据啊，可从来没有人能做得到。大侠之声的王牌节目啊，也不过才1000多万而已。咱们呢，极有可能超过他大侠之声。播，让沈仲继续播，一鼓作气。南飞，这次这个1001夜这么火，不会真的超过我们吧？不可能，不管是谁都不可能超过我沈南飞。接下来我会唱一首歌，歌曲首秀，这是锦州弟弟留给我的底牌，我绝对不会输。什么？沈南飞要唱歌，进行歌曲首秀？他这个沈南飞是一点都不给我们1024留机会啊！沈仲，沈南飞要进行歌曲首秀，你呀一定要再坚持一会儿，实在不行就把刚才的故事你再讲一遍，一定不能让我们输得太难看了。唱歌？沈南飞，你急了是吧？你以为拿着沈锦州偷的我2首歌就稳操胜券了？那我就1首歌让你认清现实。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沈南飞，感谢大家这几年来对我的支持。接下来我会用一首歌曲，一首我弟弟写给我的原创歌曲，来回馈给大家。大夏之声第1美女主持首次献唱，主持的歌，快！大夏第1美女首秀！别听什么故事了，赶快听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期待》。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我期待的不是月，而是和你的遇见。我期待烟花满天。哇，没想到美女主持唱歌也这么好听。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气死我了！这个沈南飞，他哗众取宠。你说他一个主持人，他唱什么歌呀？我们的收听率立刻下降了50万，这现在还在不停的下降呢。听众朋友，故事之后，我带给大家一首歌，一首我自己的歌，送给那个曾经的我们。什么？沈仲他也要唱歌？这不是没想搞事情吗？这故事讲的好好的，这唱什么破歌呀？这是！你告诉他，让他继续讲故事，继续讲。沈仲，部长要求你继续讲故事，不能唱歌，因为沈南飞的弟弟沈景洲，他是个著名的创作人，跟他比唱歌，你输了。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老男孩》。老男孩，这是什么破名字？哎呀，完了！这要是能赢才怪了呢！这下肯定要把大家之争给彻底踩死了。老男孩，什么怪名字，没意思，不听了。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好啊！我年老了，早已忘却了往日的热血。我怎么听着这首歌这么想哭啊？为什么呀？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只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我好想哭啊！这歌像是唱出了我内心的声音。未来在哪里？听歌，都来听歌，都给我哭！快来听歌！这个主播唱歌也太好听了吧！金曲肯定是金曲。在何方？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播音水准，金曲品质的歌曲，天堂级别的唱功。为什么你就像一团雾一样，让我们都看不清楚你？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这个1024的主持人也太强了吧！这歌唱的我都想哭了，比大姐唱的还优秀。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曾经来过？过去的人白了头，我和你相拥走很远很远，不顾一切的爱永不会变。感谢大家收听南飞的节目，我们明天继续。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刻，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如果有明天，祝福你，亲爱的。部长，这多少啊？虽然我不太懂音乐，但是我听得出这首歌绝对是经典金曲的标准。我想着这首歌它的收听率不会太惨吧？你看，我今天的收听率的确达到历史新高，2200万，但是压不垮1024。这怎么可能啊？2200万的收听率啊，压不垮一个小电台。那他们的收听率是多少？2200万，他们的收听率竟然和我们的持平了。南飞，今天是持平了，但是对面只是一个毫无名气的主持。今天他一炮而红，明天输的可能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看错吧？收听率居然是2200万，这已经跟大夏之声持平了呀！没错，我们和大夏之声打平了，全靠他沈哥不，沈爷！以后你就是我们1024电台的爷！以后你有任何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你，都答应你啊！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打败大夏之声沈南飞，把他彻底踩在脚底下。怎么可能啊！我的歌曲首秀，1024那个小电台怎么可能超越我？他又写什么新故事了？
他们也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呀？我唱歌，他也唱歌，而且他唱的歌还超越了我弟弟沈锦州给我写的歌。是这样？不可能！我听一下回播。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这首歌的歌曲品质和唱功都在我之上。今天收听率持平，那我们明天怎么办？这个1001夜的主持沈重到底是何方神圣？沈重，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名字啊？只可惜我的弟弟沈重不会有这样的才华，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担心他。你弟弟沈重，这个主持是你弟弟？怎么可能？我那个弟弟要是有这样的才华，我做梦都会笑醒。不过不管他是谁，都不可能打败我沈南飞。锦州，我的亲弟弟锦州，一定可以写出超越1001夜的故事。1024电台沈重，不管你是谁，都不可能比锦州更优秀。沈南飞，明天我就让你在你最引以为傲的地方被大封杀。锦州，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稿子可以给我？之前给你写的稿子这么快就用完了？糟了，沈重之前写的那点东西都被用的差不多了，我上哪儿给他写稿子去？最近啊，市级电台出了一个1001夜的节目，那个主持人无论是讲故事、作词作曲还是唱歌，都远胜于我。今天已经把收听率扳平了，很难讲之后会不会把我比下去。1001夜，就是我们两个最近听的。你们说这个1001夜的主持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这么厉害？哎，说起来，这个主持人还和沈重重名了。沈重，哼，他要是这么有才华，那就好了。他要是这么厉害，我们至于对他这么严厉吗？这种天才啊，是万中无一的。小众资历平平，怎么和别人比啊？哎，对了，你找到小众的下落了吗？姐，你还真要把他找回来啊？他要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他不就灰溜溜自己回来了吗？他毕竟是我们的亲弟弟，这么多年在外边也受了不少苦，就算有的时候没规矩没教养，带回来我好好教就是了，怎么能真的不管呢？啊，好，我去帮你找回来就行。姐，那你就先去忙你电台的事儿。锦州，你之前的稿子啊，帮我获得了金牌主持人的称号，这次是不是也能帮我重回第一啊？大姐，我最近忙着写歌，还真没有什么时间啊。你之前可不是这样的呀，不管以前我要的有多急，什么时间要，你都会给我稿子的。以前是沈重那个傻逼，只要你说缺诗词，他能不眠不休的给你写。难道现在让我给你当写稿吗？大姐，我有办法了。明天你的电台直播呢，我去给你当嘉宾，这样不仅可以宣传我的新歌，还能提升收听率，一举两得呢。那就太好了呀！明天我的节目一定能够创造历史收听记录。哎，沈重，我刚刚得到消息，沈南飞的电台要邀请天王沈锦州当嘉宾，是要发表新歌。这下完了，天王的粉丝那么多，他唱起歌来的效果肯定比沈南飞要好。沈锦州要去大夏之声唱歌，打败沈南飞可能是幸运，但是他沈锦州可是天王啊，比唱歌你是比不过了。哎，不过你可以继续讲你的恐怖故事啊！只要咱们的收听率别低得太难看就行。这本来昨天收听率能够持平，我还想着今天说不定还能够超过沈南飞呢。沈南飞有这样的人脉，
我们想打败他，也只能靠奇迹了。没想到打败他们的那一天来得这么快。你放心，今天我就让你见证奇迹。若逢溪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银，而你带着笑的向我步来，月色和血色中间，你是第三种角色。欢迎收听《大夏之声》，我是主持人沈南飞。今天是最后一场大选，我为大家请来了歌坛新晋天王沈锦州，为大家带来他最新的歌曲《认真的选》。我去，月光与血色之间，快看大夏之声啊！锦州歌坛天王哥哥。大家好，我是沈宙。今天1001夜，我来继续为大家唱歌。嘿，来了！哎呀，今天不知道这主持人唱什么歌。哎呀，大姐和小弟的电台已经开播了，但是我又想听那个1001夜那个新主播，他有什么新花样？我好纠结，我到底听哪一个啊？小天王居然去了大夏之声，听说还要唱新歌呢，大家快去啊！加油，哥哥加油！这电台的收听人数直线下降，现在都已经跌破500万了，观众们都流向了大夏之声，我们呀，完了。水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害。太好了，我们电台数据直线飙升，已经突破1300万、1400万。果然，锦州弟弟写词写歌能力无人能及，这样好的歌也只有他能写出来。今天这收听率应该要破纪录了吧？接下来我会随机接进来一位观众，根据你的故事，为你创作一首原创歌。根据自己的故事创作歌，真的假的？该不会是骗子吧？商量好的吧？找着托。爱的那么深，比谁都认真，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漫天风去，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果然，天王的歌真的很好听，再搭配上沈南飞那娓娓道来的声音，搭配着雪景，呀，实在是太雅了。没错，今天沈天王这嗓音太好听了。认真的雪太好听了，不愧是沈天王呀！现在听众反馈非常好。锦州弟弟果然优秀，他写的稿子和歌都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高度。1001夜现在的收听率应该急速下降了吧？我去，你们听到了没？那个1001的主播竟然要根据现场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真的假的？我去听听。要不我们还是先听1001夜，这个叫做打探敌情。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你真的能根据我的故事创作出原创歌曲？没错，请说出你的故事。我是一个小三。我去！我是一个小三。我去，这也太炸裂了吧！我是一个小三。我知道他有老婆和孩子，我依旧选择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别人口中的小三，贱人！我去，这小电台这么炸裂啊！哎，我去，快去看1001夜！都是唱歌，还不如听沈天王。你懂什么？有人在他的电台里爆料当了小三，还要主持人根据他的故事写一首歌。我去，这么刺激！我去看。应该说，我是最近才发现我是小三的。我一直以为我跟他是正常的恋爱，他给我买车买房，不让我工作。他说他会养我一辈子。
真的以为我遇到了对的人。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我真的以为我能跟他在一起一辈子。我像是他一直可有可无的影子。直到那天，我逮到他和老婆孩子去逛街，笑得那么开心，而我却手足无措。听众朋友们正在持续的进入，这个故事太炸裂了，这听众朋友们都被吸引进来了。我也想过跟他分手，可是这些年来，他给我买房、买车、买包，不让我工作。如果我跟他分手，我连基本的生存能力我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该去依靠谁。主持人，你们根据我的经历，现场创作一首歌。我去，这也太刺激了！那主播能根据这个故事写歌吗？你放心，我已经写好了。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这么快，竟然真的创作出来了！我去，这主持人厉害啊！这才多长时间就写出来了？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感谢小天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接下来呢，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点歌哦。南飞，我们直播间收听人数已经停止上涨了，停在了1500万，观众又流向隔壁电台了。什么？让我们来有请听众连线。你们好，你们是不是可以点歌啊？当然可以点歌了，请问你是沈天王的粉丝吗？只要是我的歌，你想要听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那你能根据我的人生经历现场唱歌吗？创作歌曲需要时间，需要灵感，这怎么可能做得到？不是你们说能根据听众故事现场唱歌曲的吗？你们不是1001夜吗？我们这里是大夏电台，请问您还有什么其他要点的歌吗？啊，那算了，我要去1001夜，让主播根据我的人生经历给我量身创作一首歌。要根据现场听众的故事进行创作，我堂堂天王都做不到现场创作，别人怎么可能做得到？我在这里警告一些居心不良的同行，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才是正道，不要耍一些歪心思，找一些托来我这闹事。好，下面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去，这太好听了，感觉像是一只被囚禁的鸟，却又被无情的枷锁束缚着。它们盘旋着，寻找着自由的出口，却始终无法逃出那份情感牢笼。我已经彻底的被它俘获了。1500万了，1500万了！听众这么快就突破1500万了！我是被你囚禁的鸟。是沙哑的嗓音，将这份无奈和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我好像真的看到了那只鸟，它在牢笼挣扎，我用翅膀拍打着天蓝，眼神全都是对自由的渴望。这首歌完全唱出了我对自由的感受。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这么好的实力居然在一个小小的电台，真是太可惜了。快去查一下1024的1001夜是谁在主持。
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我本来以为这么短的时间内，他顶多写一首普通的歌曲，没想到又写了一首金曲。那这说不定他比锦州还厉害。快查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出500万，500万不行，我出800万，800万不行，我出1000万。赶紧找到他，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挖到我公司。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2800万，2800万了，而且还在上升，这已经创造奇迹了呀！大飞，我们收听率已经跌破800万了，听众全部留下1001页。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个电话。喂，是不是你们说能根据我的故事写歌啊？不好意思啊，打错了。已经不足300万了。主播，我想跟你说我的初恋，你能给我们写首歌吗？打错了。喂，我跟你说我的故事，你能给我原创一首歌吗？打错了。打错了。请问这里是1001页吗？我再说一次，这里是大夏之声，不是什么1001页。大姐，咱们不播了吗？这样节目不就开天窗了？都已经没人听了，我播它干嘛？这个1001页的主持人，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这怎么回事？这肯定是挂羊头卖狗肉，连我都不能保证现场创作，他还要根据现场听众的故事创作，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谁。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这位听众，你觉得怎么样？太好听了，完全唱出了我的心境和委屈。你喜欢就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大姐，你怎么了？对了，他不是说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吗？我这就打电话过去。没错，我看八成就是他们电台在做戏罢了。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彻底的身败名裂。你好，这位听众。喂，请问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来原创歌曲？我这里刚好有一个好故事想要分享给你。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好像是我大姐沈南飞。好，请说出你的故事。我有一个弟弟，从小就流浪在外，20多岁的时候被我们接回家。我们全家人可以说对他是掏心掏肺，我们不嫌弃他没规矩没教养，给他住大别墅，让他吃山珍海味，每年给他6000万的零花钱，让他去最贵的贵族学校，给他最多的疼爱和资源。可他呢，因为一点误会就搬出家门，到今天都了无音讯。果然是她，我的好大姐。在她的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没有教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既然你想要让我被万人唾弃，就好好的尝一尝。怎么样？我的故事讲完了，你可以原创了。当然可以。哎，兄弟们，你们听1001页没有？这投稿人的弟弟，他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他就是家里给了他这么多资源，一点也不知道感恩，生米恩，斗米仇啊！这种弟弟
就不应该把她接回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听着有点像大姐？她不会再给电台打电话吧？我可以为你原创一首歌曲，不过在这之前，我想问一些关于你弟弟的问题。我想电台直播间的听众们也都想听听看。没问题啊，你问啊。你说你们一家对他掏心掏肺，让他住大别墅，那你还记得他住哪一间吗？这我当然记得啦，我怎么记不得小仲住哪里了？2楼好像是沈凌的，3楼是诗颖的，最大的房间是锦州的，那小仲在地下室。哦，原来您说的大别墅就是地下室啊。穷人乍富，难免会骄奢淫欲。我只是为了让他守规矩，才给他一个地下室让他过渡的，这都是为了他好呀。嘿，哪有过渡5年的呀？你说每年6000万的零花钱，你有转账记录吗？你说的无数资源和宠爱，你能举个例子吗？为什么我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呢？这投稿人不会在撒谎吧？这家人也太不是东西了吧，竟然还敢在节目上胡说八道。这位听众，根据你的故事，我为你原创了一首歌曲，希望你听好。这不可能的，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能唱出什么好歌啊？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这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他真能原创出一首歌？这是什么水准？这是什么意思啊？说我是个演员，说我故意设计这些情节，我是真的为小仲好才这么做的呀。我是希望小仲成长为一个像小弟你一样正直善良的人才这么做的。兄弟们，你听听这词，难过的太表面，像是没有天赋的演员。哈哈哈哈，漂亮。难过的太表面，他这是在质疑大姐的真心。大姐这么好，太配。这是在质疑我的伤心和痛苦吗？你又知道些什么呢？我对我弟弟的爱是真的。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爽，就应该狠狠地打他的脸。这算什么姐姐呀？这跟我的故事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不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这是在说我演戏，说我没有底线吗？可是小仲，我的弟弟也是这么想的吗？我是真的爱他，才会这么做的呀！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对呀，这个人要是真有这么爱他弟弟，怎么会在节目里这么摸黑套？我看那个弟弟才是真的可怜，带回去5年，竟然还这样对待他，就该跟那一家的人分开。这是在说我们装模作样，说我假惺惺。让我看上世界。
填掉那些情节，让你看上去体面，就是在说我胡编乱造，说我故意抹黑小众。怎么敢质疑我对小众的爱呀？都是出于对他的爱，才会对他严厉，才会屡次纠正他的错误。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爱他。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识好歹的人，钱和资源都不要，执意要回平湖，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这是造谣，这是造谣，这跟我讲的故事完全对不上。这个我不认，我不认。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不可能，不可能！我对小钟那么好，他怎么会质疑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呢？锦州，我一定要去找到这个电台主持人，你陪我一起。大姐，我马上要和未来娱乐的顾总签约了，我得先走。那我自己去。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沈创，5000万了！我们电台最高时段的收听率达到了5000万，我们创造了历史啊！太好了！太好了！而且现在我们电台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说你创造了2首金曲，无数的娱乐公司现在都想约你见一面，你的签约费已经达到了3000万的高价。是吗？现在沈南飞恐怕已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3首金曲估计也能撼动沈景中的地位。接下来便剩下商业奇才沈，我的好姐姐等着我们聚集。让开！不好意思，请问你有预约吗？我是省台的沈南飞，见一个市台的小主播也需要预约吗？你这算什么？这些可全都是来找他的。景泰娱乐公司的记者，那边是滚碟娱乐的王董，居然还有大夏第一娱乐公司造星厂的总裁也来了。这一个小小的主持人阵仗够大的呀，居然惊动了这么多大人物。你就是那个2天创作了3首金曲的电台主持人？没错，是我。你好，我是未来娱乐的总裁，我叫顾灵儿，想跟你谈个合作。沈仲先生，你愿意跟我们签约吗？未来娱乐的总裁，当时沈锦州就是利用我写的歌成功签约了未来娱乐一路坦途，怎么他竟然要和我签约？今天不是沈锦州签约的日子吗？你未来娱乐的总裁，你准备签约沈钟啊？没错，我在电台听过你的歌，不光是现场创作，还能根据观众的故事再创作，且首首都是金曲。只要你能跟我签约，我向你保证，能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最闪亮的那颗星。哎，这可不行啊！沈仲都已经答应跟我合作了，怎么能跟你签约呢？沈仲的违约金我替他赔了，而且我可以付1个亿的签约金。1个亿？1个亿算什么呀？在我们电台每个月也能拿到10多万的。没错，沈仲确实很有才华，难道你想把他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电台吗？呀，千雪啊，他沈仲可是咱们台的栋梁之柱啊！哎，你可千万得把他给我留住啊！啊！你说的对。你走吧。你说什么？他走了，咱们台怎么办？千雪呀，你真愿意让我走？他说的也对，如果你留在这里当一个小小的主持人，也没什么大出息。未来娱乐这样的大公司抛来的橄榄枝也不常见，我不能拖累了你。你放心，我就算离开了电台，也不会抛弃你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鬼吹灯的故事我已经写完了，到时候就把稿子留给你。相信电台的收听率不会下降多少，最起码打败沈南飞的电台不成问题。太好了，谢谢你沈仲，你真的是太好了。
哎呀，幸好电台不用倒闭喽。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是不会放弃你的。沈仲先生，您这是打算跟我签约了？没错，只是我不要你的1亿的签约费，不要1个亿的签约金。但我要未来娱乐50%的股份。什么？50%的股份？沈仲先生，你知道未来娱乐公司50%的股份值多少钱？那可是上百亿。就算你有再好的创作能力，再好的嗓音，你也不能狮子大开口要上百亿吧？谁说我只是当一个小小的歌手？我要以我的歌入股未来娱乐。2首歌曲可值不了上百亿。谁说是2首？我要靠的是200首、2000首的金曲，以及我个人所带来的商业价值。2000首金曲。行，我可以跟你签约，但是你要向我证明你的价值。部长，我们电台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刘天王重金邀请沈仲给他量身定制1首歌，他愿意出资1000万。郭天王也打来电话，想要和沈仲先生合作，还有田哥天后。我这边接了10几个艺人电话，都要和沈仲合作。现在还需要我证明我的价值吗？没问题，我这就起草合同。沈仲先生，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不是你们未来娱乐让我来的吗？顾灵儿顾总呢？不好意思，我们顾总有急事儿。我可是堂堂天王，你们就这么对我？您要是不愿意等，可以先回去。可签约的事儿，你能告诉我你们总裁去哪里了吗？据说1001夜一个新主持人，2天原创了3首金曲，我们顾总准备去亲自见一见他。1001夜，又是他！那个电台的主持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惊动未来娱乐的总裁？不好意思各位，都先请回吧。顾总，等我这2天交接完电台的工作，我们之后再联系。好。小仲，怎么会是你啊？你不会在这家小电台打工吧？没错，我就是在这家小电台工作。还好是姐姐先找到了你，等一下你就跟姐姐回家。我承认之前对你是有一些误会的，但那也都是因为爱你才对你那么严厉的。爱，在你眼里、心里恐怕只有那个银子吧。你到底要怎么才能明白我对你的苦心呢？我那么做都是为了培养你。算了，我们不在这解释了。1001夜的主持人呢？他在哪儿？我要见他。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电台主持人，有什么话说不？小仲，你开什么玩笑？姐姐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是来自贫民窟的。那你懂创作吗？你之前偷了锦州的创作，我都不再说什么了。你现在怎么能骗姐姐啊？果然，我就算告诉你了，你也不会信。那个主持人连续创作出了2首金曲，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历史收听记录，还写出了那么好的故事。他这样的实力，就算是锦州来了，也会自愧不如的。你怎么能屡次撒谎骗姐姐呢？连我一个外人都能看出他的实力，你作为他姐姐，竟然不相信他？果然，人心中的成见就像是一座大山，就算是沈仲说的是实话，你们也不会相信吧？我能作证，沈仲就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小仲，竟然真的是你！你写出了那么好的故事，还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了金曲。你有这样好的实力，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刚刚说了，你信了吗？是我之前忽略了你。小仲，为了你的职业发展考虑，你以后就别在这干了。你跟我回家，为我写词，给我写歌曲。我敢保证，以后可以让你像锦州一样优秀。好，原来你是想让我回去给你写歌呀？如果我没用，你可能想都想不起来我吧。小仲，我这也是为了你的职业发展考虑啊。这样，我代表大夏之声，每年给你1000万的薪酬。真是自不量力，你怕是少说了1个0吧？一个新人，1000万都还是看在小仲是我弟弟的份上开出的高价。1个亿，就算是我弟弟锦州来了，他也拿不到那么多的钱啊。唉，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沈仲的身价是1个亿，你那点钱打发叫花子呢。小仲，姐姐知道你有创作实力，但是你怎么能联合外人一起来诓骗姐姐呢？骗你？在你眼里，我就永远是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是吧？你对我何曾有过半点信任？你对沈锦州也会有这样的成见吗？要他写稿子，这点钱都不愿意出。可是1个亿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好，为了你的职业发展，我答应。哎，刚才是1个亿，现在是2个亿。2个亿？小仲，你这不是抢劫吗？别胡说，抢劫哪有这来情况？你还有5秒钟时间考虑。5。小仲，你是我的亲弟弟，我让你去大夏之声也是为了你的发展啊。4。你只有去省台才能发挥你真正的实力。3。你才有上升空间啊。2。小仲，至少是我把你带回沈家的，只有我们2个合作才能实现双赢。小仲，姐姐为你考虑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再好好想一想呢？你是为我考虑，还是为你自己考虑？沈南飞，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虚伪，一样可恶。你说我虚伪？你怎么能这么伤姐姐的心呢？你别忘了，是你将我带回沈家，也是你让我住地下室，让我吃剩饭，把我当成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你对我的伤害远远超过所有人。我是怕你穷人乍富，不知道节制。我没想到你竟然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而记恨我。这只是第一步，我要让你失去天才主持人的称号，我要让沈锦州成为没落天，我要让沈林的商业地位逐渐陨落。小仲，是姐姐错了，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之前欠你的我都会尽力弥补。你跟姐姐回家好不好？我没用的时候就把我一脚踹，现在我有用了又想让我回去，别做梦！别忘了是你自己说的，你只有1个弟弟，而我就是你沈家的一个污。亲手将这种天才拒之门外，你们沈家还真是有眼无珠啊！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走啊！小仲，沈仲，你就这么欺负大姐？赶紧给我滚回去！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你别忘了我已经说了，我与你们沈家已经彻底恩断义绝了。小仲，之前都是我们错了，是我们忽略了你，没有在乎到你的感受。我保证以后我对你再也不会有成见。跟我们回家好不好？好啊，你不是想让我回去吗？那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好，我保证不带任何成见的回答你。好，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越扒拉越长，越扒拉越硬，越扒拉越粗，越扒拉越大？越摸越大，越摸越硬。小仲，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我说的是油条，大姐，你想什么呢？第二个问题，什么东西放进去时候硬邦邦的，拿出来时候软绵绵的，还流出一些液体？沈仲，你说话别太无耻。沈仲，你下去！你提的这都什么鬼问题？跟姐姐开黄腔，你现在怎么变成这种人了？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不就是烤红薯吗？你听见了吗，沈南飞？这就是你对我的成见，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如果是沈锦州跟你猜谜语，你还会说他下贱，说他无耻吗？我不会。那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是不是因为我在孤儿院长大，从小没人教养，没有父母？沈南飞，你还没看清你自己吗？你假清高，你虚伪，你对我的成见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我没有，不是这样的。你少虚伪，你就是看我现在还有用，否则你怎么会好心让我回去？你们是他们自己解决的。沈仲，你够了！这些年沈家对你的恩情还不够多吗？你现在仗着自己有你的才能，竟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不跟我们回去，以后也不用再回来。大姐，我们走。可是什么？我看他就是虚伪，就是没教养，就是不肯为大家付出一丝一毫。
沈舟，你，沈舟。沈舟，沈舟，小舟，滚开！要不是因为你们，沈舟会成这个样子吗？可我没有什么关系，是他自己不小心。你快别说了，小舟，你怎么样？不小心？如果不是为了救你们两个，沈舟他会受伤的。行了，先救沈舟小姐，赶紧叫救护车。沈舟现在伤势很严重，不能移动。怎么会弄成这样？这钢筋必须得切掉一部分才能移动。快动手吧！怎么是你？你前段时间不是刚到我们医院确诊了胃癌吗？胃癌？啊！长时间不吃饭导致营养不良，而且饥一顿饱一顿的，才造成了胃癌。还好发现的及时，还有的救。不过你吃他药不能和其他药混用，所以不能打麻药啊。你们谁是病人家属？签字吧。我是他姐姐，我签字。你是他姐姐？不是我说你，看你穿的挺好的，怎么弟弟饭都吃不饱啊？还饿出了胃癌。你们家一个是商业新贵，一个是大明星，还有一个是天才主持人，竟然让自己的亲弟弟饿出胃癌，你们不脸红，我都替你们脸红。小舟，别人得尽快进行手术，马上进行转移。我是他姐姐，我跟着一起去。你们滚开！装什么装？沈舟没你们这样的姐姐，少在这假惺惺！你们陪着去，我都嫌你们脏了救护车的路。医生，快走！姐，你别太担心了，可能他没有那么严重，他就是装的呢。实在不行，我叫保镖把他绑回来。他不会再回来了。怎么还没来呢？把我叫过来说签约，结果就把我晾在这里。要是能和未来娱乐签约，我就能拿到5000万的签约金，还有他们的大力扶持，这对我未来的娱乐发展是个很大的助力。别是出什么岔子了，不行，我去问问。沈天王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终于有时间了，签约合同准备好了吗？实在是抱歉，我刚刚接到我们顾总的电话，他现在有急事儿，请您先离开。你们让我来就来，让我走我就得走。我告诉你，现在外面多的是公司，争着抢着要跟我合作。你们再这种态度，签约金就不是5000万能摆平的了。既然如此，那梁俊就不签约。还没成为大牌呢，就开始学会耍大牌了。顾总，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早就商量好了，你怎么能突然毁约呢？我本来是看中了你的创作才华，才给了你5000万的签约金。可是每次叫你来现场创作，你都推三阻四的。那请问，我为什么要花5000万来买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垃圾呢？我才是现在最出名的天王。再说了，现场创作这也太难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首歌，那是天才。娱乐圈里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的哥哥沈重就能做到。沈重就是一个废物啊！顾总，你可不能被他给骗了，你为什么要签约一个废物啊？他是不是废物，我想你比我更清楚。至于为什么签他，我也用不着跟你解释。你们沈家果然除了他都是垃圾。滚吧。好，你别后悔。沈重代替我签约了未来娱乐，他也不会。微电台的收听率怎么会一落千丈？他不是行业断层第1名吗？还有景州为他写稿，怎么轻易就会有人超过他呢？可惜了，那个1001夜的新主持人写了恐怖故事，还创作了2首金曲，横空出世，现在都成为行业第1了。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沈重。谁？沈重？
那个废物，他在麒麟窟10几年，又没受过什么精英教育，这个废物他会创作，你是不是搞错了呀？没错，的确就是小众。之前我们对他的偏见实在是太大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的实力。妈，现在小众重伤在医院，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死了吗？没死有什么好看的？妈，他毕竟是您的亲儿子呀。我没有这样满嘴谎话、没规矩、没教养的儿子。妈，沈仲他得了胃癌。什么？因为他吃饭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医生说他已经得了胃癌。好在是早期，还有的救。都怪我，是我没有把他照顾好，是我的错。这怎么可能？管家，我们沈家还能少了他吃的不成？还能饿着他？夫人，您说了，不能让大少爷习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让他习惯吃苦。所以，沈家准备的饭菜都没有沈仲少爷的份儿，他只能吃些剩饭剩菜罢了。哎，就算是这样，那也是因为他之前总是针对我儿子，给他点教训而已。就是啊，就算是这样，那我们还让他上了精英大学呢。如果没有我们，他能上江城大学吗？那可是贵族大学，没有我们他能进得去吗？可是这是沈仲少爷自己考上去的，而且他还申请了助学金，学费也是贷款。你是说我亏待他了？那还得怪他自己，怪他自己性格沉闷。他要是早说的话，我们能帮他。行了，大不了接他回来，以后对他好点。哎，你下去。这些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沈仲的伤势。他说的对，我们真的不爱他，更不尊敬他，也无人在意他。妈，不管怎么说，现在沈仲得了胃癌，还重伤住院，我们都应该把他接回家，是吗？夺走了我的签约，现在还想夺走我的宠爱，门儿都没有。妈，哎呦，儿子，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没事了，妈，就是哥哥抢走了我和未来娱乐的签约合同。什么？他怎么会抢走你的合同？他不是在电台当小主持人吗？是沈仲，他在电台原创了几首金曲，可能吸引了未来娱乐的总裁。他还会唱歌？我看他就是瞎蒙的。哥哥恐怕是不想让我跟未来娱乐签约，可他明明知道唱歌是我这一辈子的梦想，他还是让顾良拒绝合作。沈仲他也太过分了！你们怎么就能确定是小仲不让锦州签约的呢？为什么就不能是对方没有看中锦州的实力呢？你们对小仲的偏见是不是太大了呀？姐姐是不是觉得我写的稿子没有沈仲的好，就觉得我这点没用？大姐，你也太过分了！这些年沈仲每次都针对锦州，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锦州把合同丢了，你难道还要怪他吗？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不能什么事都怪在小仲头上。你就是太偏心了。就是，不就是区区2首歌而已，那说不定那是沈仲瞎蒙的，或者是有高人指点。你们还是不相信他有实力？你们一个个亲眼看着他把一个小电台从籍籍无名变成了现在遥遥领先的第1名，都还是不相信他有实力。你们对他的偏见是不是应该放一放了？妈，可是就算哥哥再怎么厉害，也不能抢走我的资源。就是，沈仲他明明知道我儿子最想要的就是当明星，未来娱乐是最大的造星公司，他都不能让着点锦州。就算是他真能写出什么恐怖故事和歌曲，那也得先给你跟锦州。没错，我们沈家重点培养的就是你们2个精英。哼，他一个废物，就算他有资源，用在他身上，这纯属浪费。他要是有良心，就应该献出来，助你们2个出名。好啊，我说这小子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出走，还说和我们断亲，合着是知道自己有点实力，想离开我们沈家了。哼，行，
那我就让他知道，就他那点小聪明，离开我们沈家势力根本不值一提。我不服，我疯狂读书，我写作，我写诗，我写歌曲，我写企业策划，就是为了证明我跟你们一样。可最后我还是错了，你们就任凭这个畜生窃取我的成果。陈景这座大事，我怎么负你1000多个日夜，我始终都找不出你们看不起我的点。够了！干什么这么大声？你吓我一跳！你怎么了？小仲，他是你们的亲弟弟、亲儿子呀！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多年他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对他不好了？我们对他好，我们全家人把他当佣人，让他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从来没有给过他零花钱。这些你们都知道吗？我把他从贫民窟接回来，给他这么优越的生活，这是他天大幸运。让他做点家务怎么了？他还不愿意了他？对呀，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他自作自受。他要不是一开始就针对简昭，我们会惩罚他去打扫卫生吗？小仲说的对，10年了，他的努力始终找不穿你们的偏见，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可惜我发现的太晚了。行了，你要是不放心他，就把他接回来，只要他愿意用他写的歌捧红我儿子，大不了以后对他好点就是。哎呀，行了行了，大姐别哭了，我们这就把他接回来。这他走了这么多天，该想我们点好。小仲，他还会回来吗？沈仲，你的伤不是还没好吗？怎么不多休养几天啊？已经没事了，今天想着把合同先签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我来安排。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可以创作的地方。接下来我会为你那些歌手量身打造几首金曲，为他们打开名气。好，我相信你，你只管创作，其他的我来安排。谢谢顾总。我听说你为了我没跟沈锦州签约。圈内早有传闻说有枪手替沈锦州写歌，现在看来他不过就是一只绣花枕头罢了。枪手？你们觉得沈锦州的那些歌都不是他写的？没错，其实我私下跟沈锦州也接触过，以他这种人的心胸和才华，我认为他写不出那首金曲，所以就没签他，签了你。现在看来我倒像是捡了个大便宜。看样子就算是偷了我的东西，沈锦州也照样成不了才。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我可以先去给你找房子，你接下来先来准备创作，我可以给你1个月的时间。1个月？用不了，我今天就可以为你旗下的天王量身打造一首金曲。这么快就写好了？我要的可是正儿八经的金曲，不是随随便便什么歌都能混得到的。你看看你的。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地拍。金曲，真是金曲啊！而且这种曲调特别符合天王的声音。我没想到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创作一首金曲，看来我真的是捡了个大便宜。这只是一部分，我不会让你觉得那50%股份亏了的。那我就先走了，1周后我会再给你实施我下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像沈锦州这种级别的歌手，我可以培养无数个。那我先回去了。现在沈锦州的地位已经被撼动，沈南飞也失去了天才主持人的称号，沈家恐怕已经急了。沈仲，妈让你跟我们回家。你让我回我就得回，我说过了，我跟你们沈家已经彻底恩断义绝了。小仲，
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我们忽略了你，没有在乎你的感受。我们以后不会了，跟我们走好吗？你少在那假惺惺的。沈仲，你嚣张什么？我们都亲自来接你了，你还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想你们身败名裂，想让你们陷入泥潭，想让你们把欠我的通通还给我。沈仲，就算你背靠未来娱乐，凭我们沈氏集团的能耐，雪藏你一个小小的歌手，不是什么难事儿。离开了沈家，你在江城无立足之地。你放心，就算你们沈家放弃沈仲，我也不会放弃沈仲。502，未来娱乐的顾总，顾总，他沈仲就是凭运气好创作2首歌曲，他就是一废物。你确定你要跟一废物跟我们沈家作对？小林，你别说了，在我看来，像你这种没有眼力见的东西才是废物。顾总，你就这么看重他？没错，你们不要的，我要。沈仲，我已经准备好了，7日之后会为你举办宴会，届时会邀请江省所有的名流为你打开名气。听到了吗？离开了沈家，整个江城都是我的容身之处，你们还不快滚！沈仲，你会后悔的。后悔？我就后悔没早点离开沈家。来，我们走。姐，就这么放过他了？好了，是我们对不起他，他不会再回来了。哼，就算他不想回，他也得回。7日后，我会给你跟锦州举办一个宴会，到时候邀请江州的所有明星名流。他沈仲不是想当明星吗？那我就让他这辈子不爱忘光。喂，南总你好，我是沈氏集团的沈凌。7日后我们会举办一场经济交流会，希望到时候您来参加。好的，沈总，到时候我一定到场。好。刘天王，你好，我是未来娱乐的总裁顾02，想要跟您寻求合作。合作？这个是未来娱乐为您量身打造的歌曲，可以看一下。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好词好曲，这只要一经推出，肯定能震惊整个华语。你要是有意愿合作，7日后我会在龙鼎酒店举办的金曲交流会等您，协商后续的合作事宜。好的，您放心，到时候我一定去，一定去。王天浩，王天浩你好，我是沈氏集团的沈凌。7天后我们沈氏集团会在龙鼎酒店举办一场金曲交流会，希望您来参加。那就7天后见了，沈总。好。什么？未来娱乐给我送来了一首量身定制的金曲，人在哪儿？我现在就过去。喂，周先生，喂，杨小姐，喂，韩女士，喂，李影帝，喂，王先生，今天来的都是娱乐圈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给我打起精神，一定招待好了。是。沈仲，你也在这儿？你们也在？哥哥，你该不会是想趁着这次机会参加金曲交流会，让姐姐们的人脉给你铺路吧？放心，你们沈家的资源，我不屑于。小仲，只要你愿意回来，姐姐愿意给你铺路，我保证能让你像锦州一样的出道。你会这么好心？小仲，姐姐真的知道错了，你就跟我们回来吧。我知道你对我们有怨气，但是也没有必要赌上自己的前途啊！我一定会把所有最好的资源都给你。你们沈家会舍得给我用资源？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们呢？姐姐耗费了多少心力才举办了这次交流会，这可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可以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放心，就算没有你们的资源，沈仲一样可以成为最闪亮的明星。成为未来娱乐的总裁，目光独到，商业手段更是狠辣。但是这一次，
恐怕在今天这件事情栽一个大跟头。我已经跟所有娱乐圈有头有脸的人打过交道，他们都会来参加我们沈家的音乐交流会，是吗？沈重，沈家决定了你的星途，只要你继续愿意给大姐写稿子，愿意给锦州写歌，愿意给我写商业规划，只要你愿意回来，那我可以不计前嫌的放你出道。不必，我不需要。你少逞能了，我劝你还是乖乖的给我滚回来。哥哥，你还是回来吧，要不然你看到今天你们的宴会上一个人都没有，岂不尴尬？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们邀请的人怎么一个都没到？你们就这么确定他们会来你们邀请的金曲交流会？他们也许是路上有什么事情给耽误了。刘天王到！刘天王，沈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没关系的，不要紧，您先进去。行，那我先进去。天后到！王天后，不好意思啊，沈小姐，没关系，没关系，我能理解。那您先进去。好的好的，那我先进去。看到了吗，沈重？肯定是刚才路上堵车耽误了。刚才对姐姐的态度已经证明一切了。是吗？那还真是要恭喜你们。看到了吗，沈重？这就是我们沈氏集团的号召力。我劝你赶紧给我滚回来，否则你就算脚底站穿，也等不到你要的那个人。谁说的等不到的？最起码我来了。一个小破电台的主持人罢了，你以为你算什么？哎，别这么说，人家好歹也是个明星了，说不定啊，今天也是唯一一个愿意为沈重而来的人。行了，你们两个少说两句。小仲，现在人都被你三姐拉拢过去了，你再执迷不悟，只有丢人现眼的份儿。跟姐姐回去吧。不用你假惺惺。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去，我会在宴会上把你介绍给明贵，打开你的成名之路。是吗？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不用理他们，我们先进去吧。装模作样，不知道待会儿他们看到他们的宴会上一个人都没有，会是什么表情？行了，锦州，少说两句吧。行了，现在人都进去了，我们也进去吧。我已经等不及想看他们知道自己宴会厅一个人没有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是不可能啊！我们早就和他们商量好了，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难道都去了沈重那边？他们肯定是走错了，他们都已经答应我了。这两个房间这么近，肯定是那群不中用的服务员给引错了。三姐，我们这就过去把他们带回来。好，我劳心费神了这么久，绝不能给沈重那个废物做嫁衣。咱们这就过去。好。沈重。你们又干什么？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自信？原来是叫那些服务员把我请的名流都请到你们厅了。哥哥啊，你再怎么想出名，也不能这样啊！你们就这么确定是我蒙骗了他们？不是你还能是谁？看到了吧，在你们眼中，我永远都只是一个谎话连篇、没有教养的人。无论我怎么做、怎么努力，都没用。小钟，大姐，别跟他说那么多，我现在就进去撕开他的真面目。哼！
是都走错了吧？沈小姐，两个宴会厅实在是离得太近了，旁边那个宴会厅是我为大家准备的金曲交流会，这个宴会厅是那个顾灵儿为那个沈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明星举办的。各位还是跟我过去吧。那个沈小姐没有得到消息吗？什么消息？我们呢的确已经答应了沈重和顾总了，所以才会来这个宴会厅。没走错。你答应了他们，你不是答应了我吗？那个这也不能怪我呀，实在是沈重为我量身定做出了一首金曲，我要是不来，这歌不就被人抢走了吗？沈重给你创作？没错，那首歌呢完全贴合我的声线，而且那词那曲一经发布，绝对大爆。对对对，还给我写了一首甜歌《低赛的人》，你们都有吗？有，我们都有。这怎么可能？沈重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这么多首歌，还个个都是金曲？我有没有那个实力，沈锦州你还不清楚？你这些年的成名曲不都是偷我的吗？你胡说什么？我胡说？你是不是又想说我冤枉你，说我无中生有，说我抹黑你？沈锦州，你要是真有我的真才实学，真会创作的话，不如现在现场创作一首试试看。创作需要时间，需要灵感，需要氛围，怎么可能说创作就能创作呢？你不是自诩创作天才吗？不是什么题材都能创作吗？你怎么不创作？难道真的是我们错了？这些年的这些东西一直都是沈重写的，是我们对他的成见太大了，才导致我们一直不肯相信他，一直冤枉他。不可能，沈重就是我们沈家赶出的废物。他创作那些歌曲，不过就是顾灵儿找其他人创作的。他一个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废物，怕是连字儿都不识几个吧？你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我的实力是吗？好，你想比文化素养，想比文字底蕴，我跟你比。拿笔来。他这是要现场写歌？沈重，你还是别丢人了。万一你待会儿写不出来，你这张脸可就丢遍整个娱乐圈了。你还真想证明自己有创作的能力？到时候别写出一首烂歌，坐实了你是垃圾的事实。歌我已经创作完。这么快？哼，别到时候写一首烂歌，那我可不认。拔萧斗记，魑魅魍魉，哟，这都什么呀？火焰啥？这都是啥呀？沈重，你别以为你会点生僻字就是会写词了。有双怒装，哦耶耶耶，水水渺茫瑰宝，心胸竭力沆瀣一气，拒绝独行醍醐灌顶，面面挂裂，风为鬼脸，龙心大大犄角。这竟然真的是一首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唱歌这么好听？这不算，这不过是生僻字堆起来的罢了，怎么能叫词呢？根本没有半点水平。我们中国的汉字落笔真话，留下5000年的历史。似釉为拙，似水为漫，似火为翼。你说这没水平，不看是你不识字吧？哼，这算不上什么金曲，有一些生僻字，不过就说明他词汇量大罢了。中国的汉字一拼一字不写成诗。跳梁小丑，这创作的能力，幸好我答应他，能和他合作呢，真是我的荣幸。优美旋律自宫上绝之语，众人皆说陈之于古成语。
比那小沈唱的好听多了。现在你们愿意承认沈重的实力了吗？这是我错了，是我误会了小众。明明已经知道他的创作实力，可却还是不相信他。你要有这实力，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要早点拿出来，助沈家早日登顶。我看你就是自私，就是自利。我自私自利？没错，你有这种实力，你为什么不给大姐写个稿子，给锦州写些歌曲，这样他们在他们的行业早就第一了。三姐，别说，我就说你就是自私自利，你有这样的创作能力，还不是从沈家出去的？哪怕你奉献一点点，你就奉献一点点给沈家，这样沈家早就如日中天了。我没有帮你。这些年你们发布的金曲、电台的演讲稿，还有你沈云的商业企划，哪个不是我创作的？认真的选啊！这竟然是沈重写的，这不是陈景州在获得天王奖的时候声称自己的原创歌曲吗？这不是让我获得天才电台主持人称号的那篇稿子吗？那次直播收听率突破了1000万，也直接让我成为大家眼中的天才主持人。原来这都是小众的功劳。这是我的剧本，就是靠它，我才成了影后。小众，这是我的商业企划，这是我23岁时拿下城南项目的商业企划书，还有这个是我25岁时打败对手的转型建议，这是我28岁时，这些都是锦州给我做的，难道是我错了？是姐姐们错了，我们一直误会小众，原来都是小众在帮我们。姐姐真的知道错了，小众，原谅我们。现在知道，晚了。这些年我给你们的，也是时候收回来了。